刀模我就会用擦的啦，有的人是用刮的啦，但伊若刮无好，规工刮断去。所以刀模就是太小枚刀模要自己弄，安尼话就会当拗。你听到就是别人的成长经验、生命经验，然后讲到变成是我的生命经验，你就会认为他应该就是有了。迄暗雄雄咧讲我灵光一闪，他想讲啊，我来上网查看嘛诶，啊，甲列印落来，啊列印落来，因为我知影讲哦，迄个保米楼是即摆法国台北，啊，大家欢喜甲、痛甲，讲哦，真正有保米楼。基本上我是爽2暗啦，就那个兴奋了2天，哎呀，啊就迄个辗转难眠，竟然有这回事安尼。人个保米楼生肖，啊，恁也毋是生肖的，啊，恁有开啊，到底开啥？啊，阮某毋甲咧讲，啊，明明较早就有2本相簿，啊，迄内底有足侪相片，就有伫酒楼翕的，啊，迄2本也毋知走去佗，啊，毋甲敲电话咧问。啊，问毋该问着，阮阿舅讲，2本伊摕转去高雄，啊，毋甲尾啊，想讲迄落啊无摕来看，看到底开啥物货，啊，摕来看，啊咧显阮阿舅啊讲，啊着开最先过啦，然后大家就怎沉默下来，拢无讲话，啊，拢无讲话，继续显啊，就无讲话啊。怎冷去啊？我保米楼毋是阮开的啊，即摆嘛毋讲啦。对啊。1923年7月30暗时7点，台湾公益会伫水仙阁举办一场披露宴。台湾公益会是一群甲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生意人所创立。经过沟通后，1923年10月17日下晡3点半，台湾文化协会嘛伫水仙阁进行6年固定的会议。台湾文化协会是一群希望会当启蒙台湾文化的读册人所来组织。台湾公益会的披露宴上，会长高显荣简单说明创立的目的。因为担心台湾人民被世界大战后的民族思想影响，为了维护民生安定，希望官民会当同齐拍拼，消除台湾人甲日本人的差别。10点披露宴结束了后，全部的宾客拍谱啊大声吼：“公益会万岁！高显荣万岁！”另外一边，台湾文化协会的会议上，主持的是总理林献堂。会议中通过的项目包含着罗马尼的普及、设下几学校、尊重女子人格等等，希望会当提升台湾民众的文化自觉。哥决定将协会本部为台北刷到台南，来加速全岛的文化运动。会议最后理事韩石泉上台收尾，伫暗时6点顺利结束。
搁前家无我是无注意啊看，应该换了搁3楼啦，比即间较悬。干嘛呢？比这间悬？比落隔壁啊即间。主要是我家里的长辈偶尔会提起所谓的“醉仙阁”这3个字，说哦，以前我阿公那个年代他们有开酒楼，好，就稍微提一下而已，可是没有讲太多。主要是说我是在推特上，然后因为它上面的注记是写说是醉仙阁，我吓了一大跳。这几年我有大概偶尔上网去找一下，可是没有找到任何资料。吴先生不是有上媒体嘛？我又看到那一篇报道，再找到他的 FB。他们3兄弟，但前面2个都当老板，那只有我阿公没有。我阿公他就是待在厨房而已，他没有去参与任何生意上的事情。我知道的是这样。我在他这边看到我们家里很多的照片，还有那个有关于醉仙阁的照片，这是重点。光是看到这一切就很精彩，就非常的精彩。因为你有相片，变成你爱证明讲，真正伊确实有存在的店。啊，毋过来找报纸，你显相关的报道写着醉仙阁的。透早坐去显到下昼，伊食饭转来，搁显到天暗，东岭5后6点啊，伫即个市内醉仙阁机场盛开新婚披露宴，以招待切友文。有时阵1个月内底甲1篇报道尔，一本里面只有1个报道。这一则1月19号，我敢若无看过，这个要印下来，才敢有影印机，无就用手机翕就好啊。有时阵阮咧找这种甲音乐响起，人咧赶。我哪会走啊？1929年10月，台南市对台南市内的卡西加市区、苗栗店、亚多亚、饮食店94间营业场所进行安全卫生调查，其中20外间嘛包含着醉仙阁，拢限令伫6个月内改善厨房、浴间的卫生。醉仙阁伫这个时阵搬离开永乐町，刷到明治町搁较大的场所继续营业。来开始找这3个所在伫倒啊。有诶广告会写着主旨啊，写着主旨，你爱调查这个主旨，即卖是啥物所在？还是搁去找地政事务所。是说那个所谓的地籍资料，对，是所有权人不是你要的。就是因为之前我去东南地震，他说那个你们地号重新编列、重排过了。对，后来这一份刚刚印出来都不对，就是变成我要用门牌号码去找。
中正路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这样可以了吼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就是醉仙阁这一栋是由孙家他们出资去兴建，醉仙阁后来就变成台南州三公经济会，就是整个当时日本时代的一个转移的资料。1927年后，台湾的读册人因为理念无同，出现着分裂。连文庆带的新台湾文化协会联合着台湾农民组合，以发动阶级斗争的方式，想要拍倒日本当局甲地主，嘛伫街路顶发传单，反对由林献堂顶任组织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。1930年9月19下晡3点。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伫醉仙阁举办台南支部的发会式。自治联盟是林献堂顶任由蒋渭水的台湾民众党所分裂出来。这场发会式顶头，赖明德报告自治联盟的创立经过，就是为了争取政治自由甲地方自治，搁较确立目标甲实践。而且台南市目前的会员人数已经达到设立支部的资格。更加看会出组织的快速成长。发会式结束了后，韩石泉代表台湾民众党上台祝福。第一遍去是应该是我那应该是2016的款了。第一遍入去。去2楼，那种你这个空间它带给你的那种时空，那种感觉，就你进到了一个时空里面。因为阮祖先较早捌伫遐开过酒楼，伊感觉讲，若要照历史安尼来看的话，其实恁来做第一个优选的这个。接手的其实是上好的，伊是安尼感觉，所以伊认为讲，我若去甲接伊迄间其实足好，问题阮都买袂起。工程楼。我就先看卢教授约要去找因，迄个暗时啊，我行门口，迄个角度出轨了，拄迄张的角度，安尼看过，白天看跟晚上看，都有同样的感动。第一届行到遐，我就开始整个30年代的那个场景，那个空间，它就浮在脑里面，然后就去想象在同样的这个框子里面，这些人在这里活动。我就讲，我较早阮的祖先较早捌伫遮开过酒楼。想要安尼看卖安尼，伊就讲啊，迄个公司规定袂使啊，规定就袂使啊，所以阮就无去哩啊。
第三栋我看过就是伊整修的过程，主要是外口的立面其实还阁伫的啦，啊，即摆拢包起来啊。三个名我拢无共啊，嘿啊。树林三况包括你的社会地位，包括你的后代的发展，哎呀，我加减啊，拢会影响到即间厝的命运啦。我只能去看，当成就自己是一个过路的人去那边看而已。对啊，不是我能去左右他们的房子能怎样啊？所以我也无能为力啊。水仙阁伫1930年搬去西门町甲苏埃希罗丘的路口，是迄当时台南上闹热的所在。像西门町的西市场，就是台南上大的公有小卖市场。为了连接新的运河港口、台南州厅甲火车站，串联着经济甲政治中心，公部门计划性的开了苏埃希罗丘这条路，嘛变做迄当时的模范店铺街区。就安尼，嘛互叫做银扎多瑞。而且台南的第一间百货公司海雅士嘛伫遮。像我们这一家的人几乎都是没看过的，所以拿过去给他们看是很冲击的。每个人都是瞪大双眼说：“哇，这个就是谁谁谁。”对啊，以前的醉仙阁在哪里？100%确定在哪里？大家也是啧啧称奇，因为说真的都不确定到底是在哪里。现在是100%的确定。对，所以这方面拿给他们看的时候，他们的冲击是很大的，跟我一样啊，跟我当初一样。对。那个扛棒，我去问过了每一个长辈，我都秀那个照片给他们看。他们哇，现在居然有人在做这个，他们也是蛮开心的啦。哇，居然会有人把醉仙阁这3个字，现在有人拿来做扛棒，好勇敢，很赞。然后听到是做甜点的，也觉得还不错啊。对啊，开店其实每个做我们这一行的人都会想开。但是真的让你开始有行动去开，是因为醉仙阁。我确定有户籍资料，然后报纸，然后照片，其实这3样我就很确定可以做了。块应该是以前老房子的窗花，那他有拿照片给你看，要哪一种？有，然后超级无敌不清楚超级不清楚的，尤其是“醉”这个字，对，“醉”这个字我修了非常久，对，因为他给的那个照片就很不清楚。对，我没有很了解他那个照片的年代是多久，对，但是看起来感觉应该有类似清朝的感觉或什么时期。日治时期。对，日治时期的，对。1920、30左右。对，很久。哦，注意啊。拜拜啊。我在想，我把你画的那个字我收去哪里？哦，那个字的稿应该要给你。不要紧啊。我甲你讲的有一项。嘿，啥？这项哦。伊这日本国旗。啊，国旗有折痕。它就一直折到这个字来。所以就会折成一条。哦，你说这一个、哦？这一横。
而已。哦，所以这个根本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就是折，一直折到国旗这边。嗯。哦。难怪我想说，为什么会有那一条？哎呀。其实我找过足侪人，蛮足侪人。其实我从有这3个字开始在找人，用印的啊，还是用什么的，就看板也有这一横，哎呀，看板上也是这样子放大，然后就把这一横一样印下来。这也会是一个蛮特别的故事性。对啊，就是我们依照那其实个照片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字？是因为，就是因为以前的照片不小心有个痕迹。我们把照片的痕迹刻下来了。我觉得也是蛮酷的啦，也是蛮酷的啦。对。这嘛是一个故事啦。没错。是一个岁月啦。这3年我也看8档啊，就一直反复在看这些照片。那你怎么会突然想要刻？其实我一开始就有想啊，但是一开始其实嘛毋知要互啥人做啊。因拢要爱有迄落啥物咧，啥物你有啥物很清楚的。对，就是板，然后或者你印的印给他看，或者说你有没有数位的什么一回？你知道为什么他要问你这个吗？你有没有用机海车？对，他们都是机器做的，对啊，没有在手雕的。对。他们就看起来很新啊，刻完就直接。对啊。就是细部也不会特别修，喷漆喷厚厚的，根本看不出来。看无啊。对啊。没有人在做这种做旧的感觉。这毋知咱会当喺外口找人拍你袂？一开始无想讲，我开店就是要来讲故事，其实迄嘛毋是我一开始预设的。因为我也不知道说我到底能够讲到什么。我也不是这个科系的，然后也一开始也不是所谓的人家说的那种文史工作的，其实我也不是。我喺看外口所以一开始只要有人知影讲有这个店，曾经捌有这个迄落代志，有这个相片，没有人知影呢。受到西方文化影响，甲性别价值观的改变，1930年代，台湾开始实行开咖啡的。原本料理店的生意渐渐受到影响。为了因应时代的潮流，最先个也伫隔壁的一楼店面做起咖啡的生意，甲酒楼做伙经营。一直到你上网去搜寻，去找到原来是有这个地方的，你开始有了影像。你才会很瞬间的有一种冲击，那是很瞬间的但是醉仙阁就没有。醉仙阁从我们知道有照片到照片拿来，它其实隔了一段时间，我们都一直在预期看那一些照片，
我们一直在预期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了，但是保秒是没有，保秒是瞬间出现哦，波比佬，造出来啊，搜寻保美龙啊就跑出来了，所以那种时间是不一样的，就有那种冲击也会不一样。你以第三者的角度去看，这个家族其实有谁愿意去做这样事情，甚至是上镜头？他有时候不见得是他的兴趣，或者他觉得这没有必要做到这样。我干嘛为了最先可去让人家看我是谁？所以你感觉你会当动到今嘛是因为什么？最先可袂当结束去，袂当无去啊。最严格不能因为时间空间的因素，然后它就消失在这个城市里面，它不应该被遗忘。可能有他们的原因啦，因为它的结束不是自然结束，是因为战争，所以只好被迫结束。所以那一段历史，然后也因为战争的关系，我想大家不想要再提起这种事情。1930年代末期，第二遍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爆发，紧张的气氛嘛伫亚洲渐渐升温。这个黄金地段的苏伊希罗丘甲西门町路口，自然嘛变成日本当局进行战争演习甲宣导的重要区域。在战争氛围的影响下，商店街的电火使用甲营业时间拢受到管制。最先个也因为安尼，豆豆退场。到我知影伊，到我高中，其实伊拢，我对伊的印象伊就是无足侪话的人。因为大正年刚出世，甲伊过身，经过2个政府啊，对啊，这2个政府的统治手段是完全无共的，应该是我感觉是安尼。到尾啊，台湾戒严，戒严。我感觉对伊的影响其实真大，所以到尾啊，连来阮兜，阮爸阮母也咧讲政治，伊嘛感觉政治是袂当讲的代志。所以包括他自己父亲开的酒楼，他也不会讲，完全不讲。因为他的儿子女儿一辈子都把宝美楼当成是自己家里开的，就因为他爸爸从来不讲。一直到他过世10几年后，快20年了，我才开始在找这个。其实开店之前，我有半年的时间跟疯子一样，在市区里面疯狂这样走，一直走，就从早一直走到天黑，自己去看，自己完整的去走一趟。其实醉仙阁它就是在这一块土地上面，我走过那些地方，搞不好那些人的祖先他曾经就来过醉仙阁啊。这让我抓了，这应该2户啊，有2户啊，有2个门。对历史的感受就是无啥物感受啊，就像学校安尼教安尼背啊考试。啊，本来是张路盐水，怎啊扑落起来？这已经修啊，怎啊扑落起来啊？又老又臭的那些古迹啊，去那种地方干嘛？无聊。其实我以前就是那个样子。
遐莫弄着这支，跳了啊！这间啊，佫有啦，跳到遐无要佫跳。可能慢慢啊行吧。啊，迄间茶房啊，迄间来审查，我深深的无过。迄间来听，啊，伊讲什么周遭这边纹理已经没有了，靠呀，我几排厝有你跳了，算来没有。就当时候，包括有一间那个皇家，那一间也是姓黄，他们那一棵老的榕树，那些我伊要听进前我有来翕啊，哎，主人伊遐干掉啊，掉到我那里啊，那个你去上网 Google 就可以找到那一间房，那间树，那一棵树。啊，我门口有一粒迄个 logo 纸，你甲伊摸，我甲伊套。到即马遐尔啊投入的话，差不多就是咱真正深入去了解家己的家族，家己的祖先曾经真正伫即个城市，伊捌开过酒来，捌做过即个代志。伊是足密切的，非常的密切的连做伙。根本你就是用生命在投注它，就这样啊。他目前所反馈回来其实也不多啊，就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在做而已啊。其实上歹做伊那这厝顶，它是圆顶，两个旁边两个圆的，这个它要弧形。所以这个很小，那头啊尖尖，这个很小，要把这6片粘成一个圆形。怎么粘？就是照它的幅度啊，凹起来，凹的幅度啊，就圆顶这个是最难做的，其他都还好啦。上歹就是这样，歹挂啦，来歹凹，来连无起来。其他我感觉都还好，没有说难到不好做。追天阁它就在我的血液里面流着，它其实就在血液里面流着啊。你可以复制我的方式去找到你自己啊，找到你自己的家族啊。你就会对那个地方产生很大的那种认同感啊，那个只有你去做、去走过一次，你才能够去知道的。如果你只是单纯听我讲，你其实感受还是会很有限。